茶奶。好，我们在上一集呢挑了我们的马桶、面盆还有龙头。那我们接着也要来开始贴我们浴室、厕所里面的壁砖跟地砖。所有会贴到壁砖、地砖的部分，营造的伙伴们就做一个大字报，主要是给施作师傅来确认就是瓷砖的规格、型号，然后还有就是要贴的面积。等下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哇，有电梯真的很方便。好，那我们现在看就是1楼。楼梯的部分呢，我们有分成楼梯的踏阶跟楼梯的平台。因为是专门的楼梯砖，所以在出厂的时候呢，已经有割好的沟缝，90度这个倒角的部分呢，也已经做了一个磨圆的处理。对，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整片贴上去。接着呢，我们来看浴室。对，好，那3楼我们这边呢，厕所的部分可以看到墙壁跟地板所要施作的规格以及要贴的面积范围。那我们的壁砖跟地砖呢，基本上在整栋的浴室、厕所里面都是选择一样的花色。这边呢是我们3楼的厕所，目前呢在防水的部分呢已经施作完成。我们的防水呢总共滚了2次，边角都有在加强那个纤维网作为一个补强。那营造这边是说呢，大概明后天就会过来做一个试水的动作，会放大概48到72小时，然后来检查看看有没有漏水。那因为我们在某几层楼的浴室旁边就是电梯的基坑，所以到时候也会请营造特别帮我们确认墙壁后面电梯基坑的部分会不会有渗水的一个情形。好，这边是厕所的部分，好，这边整片防水都做完了，也都是做到顶啊，几乎。然后这边呢，因为到时候会试水，所以有多做一个门槛。再来是我们主卧的浴室，浴室的空间，这边其实都有加纤维网上去，也可以看到痕迹。在这边这一条。好，这边呢是我们的淋浴区、湿区的部分。总共开了2面窗，其实在采光上面其实还蛮充足的。那再来呢，就是瓷砖的放样，要怎么拼贴我们的壁砖跟地砖。等一下我们会跟师傅还有营造这边会一起来讨论一下起砖的位置。一般来说呢，我大概有先做了一下功课。地砖起砖的部分，我们可以分成，比如说从整个空间的中心点开始。又或者是说从进门的地方开始起砖。那从中心点起砖的好处呢，就是浴室会看起来比较方正对称。缺点呢，就是可能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它会比较有机会出现裁切砖的部分，视觉上会比较零碎一点点。它可能会比较适合空间比较宽敞的浴室，或者是说你的地砖是有选择一些比较特殊的花色，那它从中间开始去扩张出来，那可能在视觉上就会比较美观一点点。但因为我们整栋的浴室跟厕所的空间其实也没有到太大，等一下可能跟师傅讨论，还是会以从进门的地方开始起砖，然后收可能会收在对角，把它藏在最边边最角落的地方，或是这边放浴缸的地方。选的够快，对，60公分蛮好做的。哦，这一块啊，哦，阮一家就是拣这个，用就对了啦。这粗的啊，粗啊，对啊，地壁都一样，地壁一样，对。因为无迄半墙，这个较红正，无半墙问题。哦，你较大地，两个拢大地，这个瓷砖，房这个瓷砖，就袂好就这边较省钱。那
那个瓷砖会贴在这边吗？这边也会贴砖吗？这边是看门外面没有啊，门外面就是应该是大概加尔吧，这边无吧？无啊，因为坑门道的啊，这个门道，就坑门道。你大概吼，这15cm就偌，我铁地它就搞到转来啊，迄就是这边它就大家所在。门道还有看一下吧。无这嘛无，这规拢门清搞起来啊。这两对门靠开西打，对啊。应该买噻。对啊，你就可以把它做进去。这间细细间应该嘛好较有处理哦。OK 啦，基本上就是，这嘛是规定，啊，但是拍的零件，拍的是拖鞋拍的。哦，修理口把嘿，我拍的零件上好些，袂当。好，那上次呢，我们有跟着师傅一起进行简单的放样，计算出就是起砖的位置跟最后收在哪边。这几天呢，贴砖的师傅也开始进行他们的作业。刚刚有看到，就是师傅在贴我们4楼主卧室浴室的壁砖，工法应该大同小异啦，采用双面背胶，两边都上胶的方式。瓷砖背面、墙壁我们都会涂上一层那个粘合的胶，再透过水平仪确认它们的位置。然后在瓷砖的最下面的第一块呢，我们会放一个调整器。对，它就是用来维持第一个起砖的高度啊。另外呢，在每一个瓷砖跟瓷砖中间呢，都会有一个固定器啊，来维持砖面的平整以及每个砖之间的间隙。这些刮痕是要让它粘得更紧，因为我们瓷砖后面也有那个齿痕嘛，嘿，那你有这个土的话，它会破开啊。哦，对对对，如果你把它收平面的话，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哪边就是结合度的会比较结合。哦，如果平的话也比较容易会孔洞嘛。对。好。好，那这边呢就是4楼给小朋友他们用的。这面贴好了。那我们这一间呢，就是到时候小朋友上厕所的地方，还有淋浴的地方，会有2个面盆，分别就是在进门的左右两边。这边有一个面盆，然后这边有一个面盆。主要呢也是确保以后就上学的时候盥洗不会打架。对。那这边呢是我们到时候淋浴的地方，马桶跟淋浴区之间呢还会再有一块玻璃。对。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平整度，滑过去平平的。其实像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啊，就非常喜欢去看这种就是线条啊，然后垂直水平的这种各种元素。好，那师傅他就是会从4楼依序往下贴，后续的部分呢，就是我有过来，我再多做一点记录。